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。这次我们啃个硬骨头，尝试往系统里引入高深 Splatting， 用来优化生成纹理的质量。提起高深 Splatting， 以下简称 GS， 有专家说它源于 SIGGRAPH 2023的 3D-GS。然而实际上 GS 在1991年就已经被用于做体渲染，专家狭隘了。Inria 的工作只不过是重新发明这个方法而已，甚至连91年那篇都不曾引用。这里需要区分一下两个概念，一是 GS 的表达方式，二是 GS 的流水线。GS 的表达方式是用一堆点来表达一个场景，不用 mesh， 每个点有5个属性，3维的位置，3维的大小，用4元素表达的旋转，用 SH 表达的颜色，最后是个透明度。在渲染的时候，每个点可以变成大于1个像素的小片，每个小片上是高斯核那样的椭球形状，所有的点叠起来就组成了致密的面。3D-GS 的真正贡献在于 GS 的流水线，也就是如何生成 GS 的数据。它把多个视角下的图片用 SFM 生成一个粗糙点云，然后用可微渲染的框架，以照片为目标，去优化那个点云。不但优化每个点的那5个参数，还有密度控制，可以分裂点和合并点，最终在各个视角下都尽量致密无缝，并且渲染后尽可能接近原图片的结果。以前 NERF 的方式是用神经网络表达整个 volume， 渲染的时候需要用个 raycasting， 让 ray 穿过 volume 里的各个点，每个点上从神经网络得到颜色，持续累加，是个隐式表达。而 3D-GS 飞空的地方自然会有一个高斯点放在那边，不用 raycasting， 直接渲染点云，是个显示表达。不管训练速度、编辑速度还是渲染速度都快得多。在我看来， GS 的表达方式是可以的，也就仅仅是可以而已，只能用于中间表达，并不完备。很多 mesh 能做的事情它做不了，渲染所需的物理真实 radius 它也没法有。而 GS 的流水线问题更多，觉得它好只是因为对比的是 NERF 这种弱鸡而已。那我们要怎么把它用在我们的流水线里呢？这里的动机是照片里不可见区域的纹理，比如这个罐子底。因为缺乏原始信息，我们只能让 Trellis 生成，拼到最终纹理里。让 Trellis 生成 mesh 的话，其实它生成的是 volume 的信息，颜色、密度、形变这些都以 volume 的形式表达。接着我们用 matching cubes 从密度和形变生成 mesh， 每个顶点从颜色 volume 拿到自己的颜色，拿去优化变换，再经过 mesh 简化、展 UV、生成纹理这几个步骤，照片里没有的区域，再从颜色 volume 里查询每个 texel 颜色。这么长的流水线，这么一次一次的差值，使得这部分纹理模糊不堪。Trellis 不但有 mesh 的 decoder， 也有 RF 的和 GS 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用它的 GS decoder 得到和 mesh 对应的一组 GS 数据，那是不是可以通过渲染 GS 得到照片不可见视角的图片，从而也用同样的纹理投射生成清晰的纹理呢？ Trellis 生成的 GS 画成点云看是这样的，大概 22.5 万个点。用 3D-GS 的渲染方法则可以得到致密的形态。然而专家又说了， 3D-GS 离不开 CUDA， 是这样吗？我们来解构一下这个渲染算法。这是个 tile-based 光山画，把屏幕空间划分成 16×16 的 tile， 每个 tile 只画跟它相交的高斯椭球。它一共分为6步。第一步，预处理输入的每一个点，得到可见点在给定视角下的位置、深度、透明度、颜色、半径，以及覆盖了几个 tile。第二步，对覆盖了多少 tile 的 buffer 做一个 prefix sum scan， 得到每个椭球在渲染单元里的偏移量，以及有多少需要渲染的单元。如果一个椭球覆盖了10个 tile， 就算10个单元。这里拿这个作为例子，每个椭球覆盖的 tile 数
以及 scan 后的结果是这样的。由此我们也能得到总单元数。刚才那个数据能生成大约70万个单元。第三步，对每个单元生成 key value 对。key 是64位的，低32位是深度，高32位是 tile ID，value 是点的 ID。第四步，把这些 key value 拿去排序，我们就能知道每个 tile 里有哪些点，并且还是按照从近到远排好序的。key 是个整形，所以最直接的就是用 radix sort。第五步，在排好序的列表上，如果一个 tile ID 和前一个不同，就把所在的位置存下来，这就得到每个 tile 包含哪些单元需要渲染。第六步，在每个 tile 上一遍遍填充，每次都根据它包含的一个单元来填充，根据公式去做 alpha blending。20年前我有个论断， GPGPU 里最重要的两个 primitive 是 scan 和 sort， 它们联合起来能把很多串行算法变成并行。得，这儿全用上了。这里每个步骤都可以用 Compute Shader 实现啊。关 CUDA 什么事？只是 CUDA 的库比较多，可以调用库里现成的 scan 和 sort。用 Compute Shader 的话，自己写这些就是了，没难度。64位的 key 用 uint2 拼 ，radix sort 嘛，只要能取到每个位就行了，不用操作 key 的整体。这就不要求 GPU 支持64位整数。哪里都支持了，还是不用CUDA，显然专家又无知了。搞笑的是 3DGS 的官方实现有 bug， 第5步里的 ranges 申请了所需的256倍的显存，256倍啊！本该根据 tile 数量来申请，而它写成了根据像素数量。内存这么贵，还敢这么浪费？把这些全都用 Compute Shader 实现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不依赖于 NVIDIA GPU 的 3DGS 渲染器。用刚才的想法生成几个视角的图片，再用投射的方式生成纹理就行了。现在我们得到的纹理清晰得多了。在我的4070上，渲染 1024×1024 的图片需要8到14毫秒，还算快。流水线变得更复杂了，其中投射需要2次。当然，现在你一定也觉得费了这些周章，才为了这点纹理，是不是不合算？对呀，大材小用了。先这样吧，以后我们肯定要进一步扩展它的用法，比如优化变换这一步存在鸡生蛋，蛋生鸡的问题。我们需要每个点都有颜色，才能去优化变换，但只有变换对了，才能投射出精细的颜色。结果我们只能用粗糙的顶点颜色去凑合，精度有限。而 GS 本来就有每个点的颜色，用在这里的话可以不折腾，但这就不能只有 forward 了，还得实现 3DGS 的 backward。准确来说是个简化版，只管 loss 对位置的偏导，其他几个属性不参与优化。从更高层次上看，这其实是把 Trellis 插入了 GS 生成的流水线中间，用 Trellis 生成一个初始 GS， 把点的数量和大部分属性固定下来，这就不再需要密度控制，训练将会变得快得多。这样可以去掉颜色 volume 的生成。既然这样了，如果把照片先投射到 GS， 尽可能把照片上已有的信息更新过去，再从 GS 一把生成整张纹理，就能简化流水线。再进一步，有方法可以从 GS 抽取 mesh， 这样 Trellis decoder 就只要 GS 这一个，中间这些也能去掉，流水线还能进一步简化。这些都在以后会慢慢提及。这次讲了如何用 GS 来改进生成纹理，也破解了一些专家的谬误。我们参考 3DGS 的 paper， 构造了一个基于 Compute Shader 可以跑在各种 GPU 上的渲染器，而且 D3D12 和 Vulkan 的后端都支持。然而，我想问的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：这个渲染算法真的对吗？对我来说，这是个完全不懂渲染、对 GPU 一知半解的人设计的，根本不该这么做。问题的核心就在这个 tile-based 的光山化上了。这是个软件渲染器，即便在 GPU 上跑，也还是纯软件的。逮着 Compute Shader 一个用，忽略了那些高性能低功耗的 ASIC 部分。第二，负载平衡的情况非常糟糕。
有的 tile 空的，有的 tile 有很多高斯椭球，结果最后还得取决于最慢的一个 tile。第三 overdraw 严重，哪怕就碰到一个 tile 的一个 pixel， 也要填充整个 tile。第四，高斯椭球用圆来近似，进一步加重了 overdraw 的问题等等。每个问题肯定都有人在解决，但我们要的不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，而是要设计个新算法，用 GPU 硬件光山化来渲染 GS， 让这些问题都不存在。神奇的地方就是这个算法会更简单，却能带来更高的性能和更少的显存占用。下期就来探讨一下这个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I'm so happy '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